正在美国开展国事访问的印度总理莫迪，即将与美国总统拜登展开会谈，并将第2次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曾经被美国拒发签证的莫迪，如今享受到比肩丘吉尔等政坛巨人的殊荣，两国关系正朝着准盟友方向一路加速。但美媒又为何称印度永远不会成为盟友？来看报道。印度总理莫迪日前开启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将于当地时间22号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谈。据悉，拜登会后将设国宴款待莫迪，这是拜登上任以来第3次以国宴规格接待外国政要。前2次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和韩国总统尹锡悦。公开资料显示，自2014年担任印度总理以来，莫迪先后6次赴美，而这次访美是首次被提升至国事访问规格。值得注意的是，莫迪还将第2次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美媒称，这种待遇一般只给如丘吉尔等美国重要盟友国家的领导人。路透社报道称，莫迪此次访美被视作美印关系的转折点，具有里程碑意义。从规格和安排来看，美印特别是美方高度重视本次访问，美方对莫迪此行强化美印关系寄予厚望。一定意义上说，可以说是达到了印美关系的历史上最高的这个分值啊，很多合作的这个层次，可以说呢都超越了美国跟他盟友之间的这种合作的深度，达到了美印关系发展的一个历史上的一个高峰。美印舆论认为，美方诚意十足，让莫迪此行兼具仪式感与务实性。事实上，为了这次访问能够取得历史性成果，美印近期频繁派出高官进行接触和磋商。今年1月底，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访美，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正式启动了美印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6月，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接连奔赴印度，最终敲定了双方在莫迪访美期间达成的多项合作。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林明旺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美国对印度如此慷慨，自然是有所求的，而印度方面也是如此。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呢，很明显啊，美国呢就是利用印度呢来平衡和遏制中国呢，这是它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啊。其次一个目的呢，就是很明显，就是他要挖这个俄罗斯跟印度的关系的一个墙角啊。从印度的角度来说呢，它更多的是在这个目前不太平静的这个国际关系的局势之下啊，尤其是中美关系的持续紧张的这个情况下呢，他是希望从中牟利啊。这个牟利呢，就包括了这个军事上的啊。高端技术上的以及经济发展上的所有方方面面的好处。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莫迪访美，中国是绕不开的关键词。国际主流媒体对此多有琢磨。《纽约时报》分析称，拜登政府图谋利用印度抗衡中国的经济影响力，从而在全球供应链中排挤中国。不过，在日前的记者会上，当被问及邀请莫迪访美是否是意图在印太地区对抗中国的影响力时，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予以否认。It's not about, the question about whether this was about China. This state visit is also not about Russia. And what we're trying to do with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with India is improve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on its own for its own sake.And on its own foundation, because it's that important to us. It's not about forcing or coercing or trying to convince Prime Minister Modi or the Indian government to do something different. 然而，科比的说法有些站不住脚。尽管美国政府官员坚称与中国无关，但议程设置上却多处出现中国的身影。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日前表示，虽然对华政策不是莫迪此行的重点，但中国在军事领域、技术领域和经济领域的角色问题将会在议程上。我觉得美国这种态度呢，基本上是一个叫"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一个说法了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美印关系的发展啊，实际上跟那个中印关系的这个下降或者说恶化呢之间呢是呈现了一个相关性的。尽管莫迪访美调门拔得很高，但考虑到印度过去的摇摆态度，双方的合作事实上建立在脆弱的信赖关系上。林明旺认为，美国对于印度的战略转向给予了过高的期待，其美好的心愿最终注定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因为印度只是从策略的角度来获得美国提供的利好，却不需要美国盟友的名分，更不会去承担美国盟友的任何一点义务。从印度的角度来说呢，我这个战略自主啊，是深入印度这个国家或者这个民族，骨髓的一些理念啊。而且印度外交是有很强的这个机会主义的色彩啊，所以它跟美国在道德感啊，在价值认同上没有太一致的情况下呢，印度呢最终站在美国一边呢，或者说倒向美国阵营呢，这种可能性呢是基本上不存在的。值得注意的是，美媒也对此发出了预警。华盛顿邮报日前发表题为“对不起美国，印度永远不会成为你的盟友”的文章。文章称，印度的不结盟政策始于拒绝被卷入冷战，今天这已经演变成了积极的多边主义。文章认为，在国家利益的面前，印度不会盲从美国的外交政策，而是随时保持着与中国、俄罗斯、伊朗合作的空间。再来关注俄乌局势，距离乌克兰军队开始反攻已过去2周多，但接连传出反攻受挫的消息。与此同时，针对俄罗斯的各类袭击事件在密集发生。2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萨尔马特导弹即将进入战斗执勤，展示其核肌肉意味着什么？另外，北约仍然动作频频，持续拱火俄乌冲突。北约秘书长拒绝任何冻结乌克兰冲突的想法，其背后有哪些考量？来看报道。当地时间6月2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采访时承认，反攻进展比预期的要慢，不能指望很快就有结果。Not everything is easy. There are certain difficulties. 泽连斯基表示，虽然乌军已经成功占领了8个居民点，但乌军甚至还没有突破俄罗斯多层防线中的第1条。他强调说，军事推进并不容易，因为俄军在广大的土地上埋设了地雷。Some wanted and expected very much. Some want some sort of a Hollywood movie, but things don't really happen that way. 前一天，五角大楼发言人萨布丽娜·辛格也在新闻发布会上承认，反攻对乌克兰来说是艰难的。We know this is going to be a tough fight, and we have accounted for losses. We know there are going to be losses on the battlefield. That's the unfortunate part of this war. 俄罗斯总统普京21号在接见俄高等军事院校毕业生时，也谈及乌克兰反攻。他表示，乌克兰军队人员和装备遭受严重损失，前线目前相当平静。Эти цифры. Вот всего на сегодняшнюю ночь было 245 танков. И, как я сказал, 678 бронемашин разного типа. Конечно, там есть и леопарды, есть и французская колесная бронетехника. 不过，普京同时也表示，乌军进攻潜力尚未用尽。其实，对于俄乌或者说是北约跟俄罗斯来讲，双方都有兵疲马累的这种状况。现在要谈。乌克兰要大规模的反攻，我想基本上他已经没有这种实力。那最主要就是北约在后面来讲，现在也是这个军心涣散。尽管正面战场稍显平静，但当地时间6月22号，克里米亚地区领导人阿克肖诺夫发布消息称，乌军对连接克里米亚与赫尔松州的冲加尔大桥进行了打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大桥的通行已经中断。俄新社援引赫尔松地区官员的话报道称，乌军利用暴风影导弹对连接赫尔松与克里米亚的多座桥梁进行打击。目前，连接两地的备用运输路线已经启动。乌克兰方面目前暂无回应。就在前一天，俄罗斯国防部称，俄防空系统当天在莫斯科地区击落了3架无人机，此次袭击没有造成任何伤亡或损失。